日本高级住宿应该要选繁华的东京，还是惬意的河口湖呢？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来入住东京的大手町四季饭店，还有河口湖非常有名的秀风阁湖悦2间饭店，看看市区跟郊区的高级饭店差在哪里，特色又有哪些吧。这次呢，我分别入住了这2间饭店2晚哦，算是有深度的好好的体验这2间饭店。所以现在呢，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间，就是位在于河口湖的秀风阁湖悦吧。位在于河口湖 C 位的秀风阁湖悦呢，这间温泉饭店最有名的就是看逆富士啦。逆富士是什么呢？就是在湖中富士山的倒影呢，真的非常的漂亮哦。而且呢，它是在房间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景色。稍微讲一下秀风阁湖悦交通的部分呢，大家可以从东京搭 JR 或者是巴士，抵达河口湖车站之后呢，打给饭店就会开小巴来接驳喽。接着呢，我们进到大厅，有柜台人员来帮我们 check in 哦。那这边呢有提供中文跟英文的服务，都非常的专业哦。那在 check in 之后呢，会有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将来帮我们全程的服务哦，像是包含提行李啊、介绍饭店啊、提供晚餐等等，都是由她来服务。那在 check in 的柜台旁边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餐厅，那边有一个超大面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然后在那个餐厅随时都会提供饮料给大家饮用，但是有无酒精啊或是酒精饮料都是可以喝的。然后呢，这是在订房间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没有订到连续2晚一模一样的房间，所以他们就安排了2天不一样的和式洋房。然后就想说是一样的房型，为什么不能连续入住呢？原来他们的和式洋房有4间是新装潢好的，格局都完全不一样，连晚餐吃的内容都不一样哦。然后都是有露天风吕的。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天入住的305号房。这边大家看到格局图的部分呢，我们先进去之后呢，左边会有个小厕所。接着这边呢是泡茶区跟冰箱哦，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接着我们往里面走呢，就是淋浴跟露天风吕的部分，它的设备非常的齐全。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房间的本体哦。首先它是一个客厅，就是晚餐就是在这边吃这样子。然后接着里面呢才是床，然后在更里面呢就会有沙发区跟景观区。所以其实早上一睁眼就可以立刻看到富士山这样子。那我去日本之前呢，其实有查过，在7月是非常难看到富士山的，所以我非常担心就是看不到富士山，因为这样子的话入住秀风阁湖悦就是有点浪费。但是呢，我们真的超级幸运的，就是我们去了3天嘛，每一天基本上都有看到富士山，而且呢要看富士山的那个倒影，一定要在凌晨日出的时候爬起来看，就会超美的。因为那时候湖水是最平静的，所以它倒影是最清楚的时候。然后呢，在秀风阁湖悦它旁边有一个停泊场，那边有停车子跟船，然后他们有在出租天鹅船，就是那种脚踏的天鹅船，我们就有去坐，还蛮值得的，就在湖中央看富士山这样子。再来要提到秀风阁另外2个大重点呢，就是它的晚餐跟温泉。然后这次呢是在他们官方网站订房间的，他们有繁体中文，非常的贴心。它是有附早餐跟晚餐的，我强烈建议一定要吃他们的早餐跟晚餐，因为真的非常的豪华丰盛。然后他们的晚餐呢是在房间里面用的会席料理，而且我不夸张，我觉得我之前去过日本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是一个这么正式的会席料理，就是非常多道，而且每一道都非常的精致。然后帮我们服务的女将有进来换过3次整桌的菜色。然后你知道日本的那种会席料理，就是每一份都非常的小，可是它有非常多道这样。然后他们会把不同的当季食材组合起来，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在菜单的部分，他们也很贴心，就是有准备日文跟英文的翻译哦。而且我觉得他们很强的，就是他们不会有什么花招，就是太过度的处理那些食材，就是你都一定可以尝到那些食材的原汁原味，而且是好吃的。那我们吃完之后呢，就一致认为这个住宿的价格吃到这一餐，其实算是还蛮值回票价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一餐呢，在东京吃至少要好几千块，甚至1万吧。补充一下，晚餐结束之后，他还会在房间留下宵夜哦，就是这个饭团，它里面是有包梅干的饭。然后记得在早餐的部分也是超级豪华的，它的早餐是1个人1套，但是它还有额外的自助餐。虽然它的套餐已经够多了，但是因为自助餐真的看起来也很好吃，所以就是大概是吃了2人份吧。然后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另外一间303号房的格局哦。这个房间很棒的就是它的窗户旁边是可以躺的沙发，然后在吃饭的饭厅呢，也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景观。然后在露天风吕的部分其实就是差不多，而且还要特别提到它露天风吕的温泉是关不掉的，它会一直流。然后我们就有问那个女将说它不能关掉吗？她就说对，那个关不掉哦。然后大家看到它旁边其实有一个按钮，有没有？按下去之后呢，就会有更多温泉跑出来，然后就更烫。所以我们去泡温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泡不久，因为真的太热。所以就是一个还蛮奇葩的设计这样子。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想要泡温泉，他们在1楼其实是有一个大浴场，就是男女分开的那一种。但是我就没有去泡，因为我想说房间就已经有露天温泉了这样。然后再来另外一点，我想要称赞秀风阁湖悦他们的柜台人员真的超级专业的，因为我们去河口湖没有租车，然后有去过的人应该都会知道，没有租车就会超级不方便，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包车玩半天这样子。然后那边的柜台小姐就有帮我们联络计程车司机，而且还推荐我们一些景点这样子。虽然说河口湖那边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没有办法在外面一直行走，所以我会建议就
就是不要7、8月来，因为真的会热到你不太想要出去这样。但整体来说呢，住了2天，其实是还蛮推荐这一间饭店的。像是你冬天来这边泡温泉啊，然后吃会席料理，真的会是一大享受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进到第2间饭店，也就是位在于东京的大手町四季饭店哦。这间饭店呢，就位在于东京的权力与财富的核心，也就是千代田区的大手町哦。许多重要的政府机关以及金融机构呢，都是在这个区域。那大手町四季饭店呢，它是跟办公大楼共构的，它2020年才开幕，所以非常的新。那其实，在附近还有另外一间四季饭店丸之内，它那边就比较旧，而且据说它的服务可能就是差一点。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呢，大手町四季饭店可以直接在饭店的地下通道直接抵达地铁大手町站哦。然后其他重要的地标像是东京车站啊、银座啊、秋叶原都非常的近，所以环境地点可以说是上之选哦。而且他们饭店还提供专属的免费接驳车哦，只不过那个要预约啦。只要是在东京市区都是可以接送的，我们那个时候有搭过一次。那在周遭景点的部分呢，你可以直接在房间或者是大厅看到皇居啊、晴空塔，然后天气好的话呢，甚至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然后附近呢，其实就是非常著名的赏樱啊、赏银杏的景点，只是我们夏天去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看的。不过皇居的外层其实非常适合散步走走，就是有一种惬意又很高级的感觉。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到饭店的本体哦，我们1楼进去呢，其实只是一个接待处，它要搭电梯到39楼大厅 check in 哦。然后我们抵达39楼，电梯一打开呢，就是整片的落地窗，看出去就是超美的东京景色。然后在这一层呢，有3间餐厅、礼宾处、健身房跟游泳池。那这些呢，我们等一下稍后再补充哦。在 check in 之后呢，我们就搭饭店内部的专用电梯前往房间。那它一共有4部的电梯，速度非常的快。我觉得住饭店有2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电梯跟吹风机。就这2个东西只要不好，你就会觉得这间饭店不 OK。那大手町四季饭店它的电梯都是用冲刺的速度在上升跟下降的，超赞。那因为它是共构大楼的关系呢，它34楼到38楼才是房间哦。然后我们的房间呢位于34楼，就是它是从大厅要搭电梯往下的。那我们这次订的呢是城市景观的双人房。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房间内部的构造。我们一进门之后呢是带浴缸的浴室，那里面呢有2套洗脸盆跟独立淋浴间。然后要特别提到它的淋浴是从天花板洒下来的那一种，就是超爽的。他们家的洗发精等等的备品呢是用这间香氛品牌的，那这个品牌他们家的香水非常的有名哦。然后再来提到呢，他们的浴室的门非常的特别哦，它是合适门，它是可以拉开让浴缸的视角可以看到电视的，所以泡澡的时候非常的享受。然后要讲到它的冰箱里面是塞满需要付钱的饮料，所以就是不能放自己的东西，有点不方便这样子。那这个房型呢，其实已经是大手町四季饭店最基本的房型，也就是最便宜的房型啦。就算是这样子呢，也有49平方公尺的大小哦，就是这在东京的住宿来说是非常大间的房间。那在城市景观的部分呢，就是你房间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东京的全景，还有晴空塔。现场看真的是有一种心阔神怡，然后居高临下的感觉。而且它白天跟黑夜的风景都有不同的风格。那如果是另外一种皇居景观房的话呢，它就是可以看到皇居大片的树林，那价格也会比城景稍微贵一点点。然后再我要提到一点，大手町四季饭店非常强的就是他们的礼宾部门。我在去之前呢，就已经看网友说他们的礼宾部门非常强，然后实际我们体验也是真的超级强的。因为我们去那边入住2晚，我们有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礼宾人员，他叫 Tiffany， 然后他就帮我们订了2天晚上的晚餐。第1天呢是吃 omakase， 超级好吃，我这辈子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寿司。然后第2天呢，我们吃的是一个铁板烧，也是超级好吃的。然后后来第2天晚上呢，他还特地写了一张小卡片，还有送甜点到我们的房间，就非常的温馨这样。然后除了礼宾部门之外呢，每一次在1楼的门口可能要叫车什么的，那边的人员也都是非常的热情哦，就是可能会帮忙翻译地址给计程车司机听啊，或是会跟我们稍微闲聊这样子。那我这次订的房间是它是没有附早餐的，然后我们有自费去吃了1次早餐。然后结论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吃他们的早餐，因为它是套餐式的，你只能选日式跟西式2种，就是没有自助餐这样子。就算你是选日式套餐，我觉得也只是普的等级了。然后接着呢，讲到健身房跟游泳池的部分呢，我觉得它的健身房还蛮值得一去的，就是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啦，因为它健身房落地窗非常的大面，然后景观超赞的，尤其是晚上去的时候，那个夜景超级漂亮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去就是完全没有人在用健身房，那它的设备其实也是还蛮多样化的，所以如果有在健身的话呢，可以去瞧一瞧这样。但是游泳池的部分呢，其实倒是还好，就是我们有去看了一眼，没有实际下去游。我们觉得它游泳池是偏小，而且它是一个室内游泳池，所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这次入住大手町四季饭店，其实整体印象都是还蛮好的，像是它的景观啊、房间跟服务都是满分等级。然后特别提到他们的床是偏软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在挑床的话呢，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有些人睡软的床可能就是会睡不习惯这样子。那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偏贵了，不过那个部分可能就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入住的2间饭店，他们价格分别是秀峰阁1晚是8万日元哦，换算台币大约是17600元。然后大手町四季呢，1
晚是11万日元，台币大约是24200，所以只能自己再加油一点，多赚一点钱。但是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再回去住这2间饭店，我会觉得说，因为我去日本的次数也不多啦，所以可能会想要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饭店之类。但是大手町四季饭店有很多网友说，大约就是东京的顶标的饭店了，所以下次我可能会尝试就是住一些中价位的饭店，看看是差多少吧。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日本住宿呢？我非常缺名单哦，贵的便宜的都非常欢迎推荐给我。好，那我们今天的饭店比较就到这边。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住饭店的人，希望可以快点再做其他影片给大家看。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呢，记得要推荐给你周遭即将要去日本玩的朋友哦。另外呢，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我也会 po 在 Instagram， 所以欢迎去追踪哦。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